多谢前辈几日收留，多有打扰，来日有命再报。前辈得罪了。我问你，你居然会破雪刀？小丫头，破雪刀谁教你的？家传。家传？那李征是你什么人啊？是我外祖父。我们来这儿没有恶意，你不要伤害阿飞。你们什么人啊？你说李征是你外祖父，那我是你外祖母啊！呸！你再口出妄言，就算我打不过你，少不得也要领教一二。我怎么就不是你外祖母了？哎，你说呢？他早在生我二舅的时候难产死了，分明就是胡说八道。占一占我便宜也就算了，还一占2辈人的便宜，好凶哦！后外祖母也是外祖母啊？这女人怕是疯了。我的小可爱，外祖母疼你哦。阿飞，我什么都没做。阿飞，我什么都没做。你怎么了，阿飞？我什么都没做。姑娘，先扶她进去吧。这丫头功夫还凑合，长得嘛更凑合，可是也不像李征啊。更不像我，难道是像他那个亲外祖母？前辈，阿飞应该是像他爹吧？啊，倒是也有道理啊。没见过姑爷，改天呀，可以带来让我瞧一瞧。前辈，您怎么称呼呀？啊，叫我段九娘。哎，你是谁啊？你爹娘呢？我叫吴楚楚。我爹娘都死了。哎呦，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。你看我，一个情人都没有了。好不容易有个情人，还总是和我作对。不愧是祖孙俩呀，真是个小冤家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回答我呀！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说话呀你说话呀！敢不敢出来跟我比划比划？我保证破了你的刀法。
李大哥。前辈，我说过我能刻破血刀。告诉我，谁教你练的功？家母。跟着亲娘能练出来什么呀？她怎么舍得好好锻炼你？跟我来。段前辈，九式的破血刀，我有一半使的画虎类拳。倘若是丢人现眼，那只能怪我自己学艺不精，可不是刀法不好。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这么啰嗦，跟那个李征一样。前辈，得罪了。这个就是补风，看明白了吗？看明白了。不过你这破血刀使的，可真不如你的外祖父。你刚刚那步法是什么呀？浮游步。这浮游步带着破血刀走起来，倒是有点意思。你这根骨练破血刀确实有点吃力，那也比李胜强。李胜都没捞着让大当家传刀呢。吃这点没关系，慢慢练呗。那倒也是。以后啊，你要好好练功。哎呦，我们小时候练内功的时候，一开始第一年几十个师兄弟，头一年就死了一半，第二年又死了剩下的一多半。及至3年入门，就剩下5个人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哪知道？我师父每个月来给我们传一次功，将一股真气打入我们体内。你不知道那滋味，浑身上下骨头肉皮就像炸了一样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忍住痛，强行把那股真气征服它。3年基础打完就是断体，再过2年，就剩下我跟师兄2个人了。怎么样？以后跟着外祖母练吧。枯荣手？对啊。你不是说了吗？我破血刀使的不如我外祖父，根骨也不好。我破血刀还没练好呢，练什么枯荣手啊？爱练不练。一个绝世高手，却被困在这县衙内给人做小妾，令人唏嘘。前辈，要不你别在这个鬼地方受气了，跟我回48寨吧。跟我回48寨吧。跟我回48寨吧。为什么要去48寨啊？守寡？你终于明白了。我明白什么？天下之大，我为什么定要去48寨？江湖之远，你如今龟缩在这里，凭什么带我去48寨？是啊，凭什么？
我这一把刀，谁也打不过，自己想出去都难，又凭什么带他回48寨呢？你干嘛？周姑娘，前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传他枯荣真气啊。这枯荣真气呢，共有2路，师傅那老鬼不肯揭穿。我这一路是枯，外如烈风扫枯叶，内吸有怒江入海之盛，就看他的经脉能不能撑得住了。你学的什么武功？慢点。练的什么刀枪剑戟？走的什么天地乾坤？哎，你们这些名门正派，迂腐，只会教弟子练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，武学一道不就是为了置之死地而后生吗？少了这个精气神儿，那和那些卖艺耍把式的有什么区别？你回答我呀！你又不回答我。前辈，阿飞怎么说，也是李大侠的外孙女，也是你的晚辈。你真的这么忍心对她吗？我求你救救她。说的也对，那我也救不了他。枯荣真气已经打入他体内，拔是拔不出来了，就看他自己。他要真是李家的血脉，就不应该这点苦都吃不了。倘若真这么废物，死在我的手上，也比死在外人手里强吧。阿飞，你醒了。我的内力怎么半分都没有了？我暂时封住了你的2股内力，感觉怎么样？暂时。对呀，只是暂时。等你休养2天，我就废了你的内力，你就可以顺利的投入我的门下了。即使说要投入你的门下了，枯荣首独步天下，投入我门下有什么不好啊？再说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倘若不破旧立新的话，你就活不了了。枯荣手算什么东西？给我难道提鞋都不配？你家的东西我不要。你再说一遍，我再说10遍又怎样？公子还在屋里等着您呢，快去吧。哼！阿飞姑娘，放心吧，她听了那句话，一时半会儿不会来闹的。宋大娘，你说的公子是谁啊？就是段夫人姐姐之子，也就是这府上的大公子。唉，夫人疯了以后，惦记的也就是这点人和这点事儿了。姐姐，姐姐，
姐姐，宝山，宝山，宝山没事啊。求你了，我有2件事想托付于你，别说是2件了，多少件都行。这些事情会委屈你，但是这个世界上，我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。第一，照顾好这个孩子，长大成人。第二，永远不要去找朱郎的麻烦。我已经给他写好了信，他会照顾好你和孩子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！周姑娘，这夫人传真气给你，也是为你好，你何必？没想到这本《道德经》居然还在身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冲霄道长临走之前送我的《道德经》。这字儿写的什么玩意儿？还不如我写的好看。这像是一只大山羊，像一片叶子，这像一只单腿站着的鸡。他为什么会给我这个东西啊？顿点，短数，顿点向前，短数向后，绕势而走，以一敌多。浮游阵。阵法可以写意，招式可就很难用几条横道来说清楚了。难道怎么了？这好像是……你看得懂吗？这上面的字我当然看得懂，只是这些图案是什么意思？这些图案是浮游阵，是内功，谨慎一点，弄错了可不是玩的，千万不能冲动，千万不。我就小小的试一试，能怎么样？反正照这么下去，不是被困死在华容，就是为了活命，被那疯婆子废了武功，不能再严重了。风府景灵台入命关。阿飞，你怎么了？我扶您过去。我的真气明明被封印住了，为什么一点点的在往外抽？两股真气像在打架。这不是客舍里那个凶巴巴的小丫头？难道她就是地上要找的人？
怎么少了一个丫头？起来，我让你偷东西。夫人，怎么了？我找到了一个小偷。夫人，这是宝山呐！谢公子，阿飞在哪里？我们先走，一会儿和你说。站住！前辈，这位是谢公子，是阿飞的朋友。前辈得罪了，楚姑娘，阿飞在哪儿？阿飞受伤了，在房间呢。莫非是孙姑爷？阿飞，是谢大哥，可是我根本动不了，真气又乱窜了。发生什么了？手怎么这么冰？他本来就受了伤，又急怒攻心，再加上段前辈给他输了真气，就成这样了。夫人，宝山跑了，他不会跑去告密了吧？明白了，怎么办？此地不宜久留。前辈，我们先带阿飞告辞了。等等，李征让我来救你。贤妹们，三庄主，您赶紧去把他们抓了吧，我带你们去。这一次肯定是真的，就在那儿，就在那里边，快！三庄主，搜过了，没人。人呢？报告三庄主，发现他们几个的踪迹了。阿飞，你们先走。走。走。
先坐下。段九娘一个人难敌4手，我要赶紧运功疗伤，你帮我守一下。公子，白先生，公子，我向西门方向来找你们，你们果然在这儿。我已经按照您的谋划，吩咐人在东门赠粮了。好，你先随我来。好。白先生，劳烦你带着吴小姐设法从西门出去。这如何可以？就拜托白先生了。公子，你现在折煞我了。公子有命，在下不敢违抗，只是求公子记得，公子若有什么闪失，在下无法跟我家殿下交代呀。我不走，我要跟阿斐在一起。吴小姐，你留在这里只会让我们分神。你放心，但凡我有一口气在，必不会让他有事的。救主，走，走。长命锁留下吧，你带着飞仙。县衙里那个疯婆子，你才疯呢！不过，我看着你倒是挺眼熟的，谁啊？枯荣手，你就是当年和李锦荣一起闯地煞山庄的枯荣手段九娘？地煞山庄。难怪我看你这么眼熟啊！当年在地煞山庄大战的时候，你是我的手下败将，被我踩在脚底下叫我姐姐那个，是你吧？这么多年了，本以为双刀一剑枯荣手已经在江湖上消失了。没想到在这儿给了我一雪前耻的机会，太好了。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来呀，小弟弟。阿飞，你怎么样？阿飞，你没事吧？好热，又冷又热，怎么这么难受？你如今整个身子寒柔冰苦。偏偏脉门处又烈焰炙烤，正是体内真气交融的关键时候。
你又不会使，拿把刀做什么呀？吓唬人吗？这刀是我欠你的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应该没什么大碍了。虽然体内两股真气并未合二为一，但在道德经功法的帮助下，那股暴虐的枯荣真气竟然慢慢安静下来。道德经？就是冲霄道长给的那本。阿飞，阿飞，你不是说道德经有帮助吗？怎么又吐血了？我刚才吐完这口淤血之后，我觉得我体内的内息前所未有的丰沛。水！这个下三滥的招数，杀了段九娘！上啊！我今天定要向你讨个公道，来慰藉陈飞师兄、吴家众人，还有屈死于你手的48寨师兄们。可你是找死！些年，没想到破雪九式和枯荣手竟然有融为一体的一天了。快救我！救我！快救我！
杀我！别杀我！如英灵在上，今日可告慰。阿飞，看来得尽快离开这里。东门赠粮，制造混乱，再从西门出逃。你们这招声东击西，玩得不错嘛。他是。你是？我认识你啊！我以为双刀一剑枯荣手早已绝迹江湖，不料今日竟在这穷乡僻壤有缘得见，幸甚。能死在我的手上，也算是你的荣幸啊。可惜呀，你疯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本不想欺负一个疯子。怎么都说我疯了？我疯了吗？我疯了吗？问你呢，我疯了吗？你们才疯了呢！罢了，今日只要你们交出海天一色信物，我沈某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少废话！看看到底是谁放了谁！放！谢公子，别管我！你快走，照顾阿飞！阿肥，拿起你的刀，快！阿
先生，你们先走。秦公子，咱们一起走。白先生，你先带着吴小姐走，我们来断后。无论是生是死，我都陪着她。快走。走。九娘，快跟我走，我带你回家见我外祖父。你脉象这么不稳，还是让谢公子带你先走吧。我家可不随便让人进的，错过了我，可没人领你进门了啊！阿斐说的是，大夫人，今日便和我们回寨中，何必恋战呢？你呀，跟你的外祖父一模一样。你们名门正派是不是就会哄人呢？李征已经死了20年了，你又想骗我？你终于醒了。不过，我就喜欢你骗我。你们俩先走，前头等我，到时候我传你枯荣手。你疯了！你干嘛点我穴啊？我还有事情没处理完，带他走啊！大夫人，走啊！大夫人小心。段九娘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后你不来找我，这一辈子都别想进我家门了。就算你为了照顾姐姐的孩子，你也不用替她嫁入祝福，受这般罪呀。我又不是为了嫁他，我只是想把孩子带进他家，这样孩子就有名分了。我爹说，段姑娘难得有归宿，一定要风风光光的出家。这是家父临终前让我送过来的。我爹中了连肾的剧毒，深入经络，回天乏术。原来李大哥是为了救我而死的，是我害了李大哥，是我害了他。该死的地煞！你要去哪儿？地煞山庄，我们一起去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周飞，如今你就是慕容真气唯一的传人了。
小家女，来嫁入难忘，莲花乱脸色，荷叶在异乡。李大哥。 那好了，九娘。他们循着我马蹄印走了。虽然调虎离山了，但估计骗不了他们多久。来，我用金箍带你走。看不出来啊，瘦得跟猴似的，还挺重的。你再说信不信我砍你？你砍啊！等我重开穴道。算了算了，你还是不要再抱了，这样抱你也跑不远。他们还是很快会追上来的。哎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只能碰碰运气了。谢妹妹，你给我1盏茶的时间，让我重开穴道，我们就不用再怕他们了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不好，你赶紧的。糟了，中计了！撤！哎，松手！那个于文芝长什么样子？你打听这个做什么？想嫁入宫中做妃子吗？喂，你下饶命！此人正是于文芝。于文芝这么贪生怕死的人，居然只带几个私兵出门，
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呀？阿飞，此处是什么地方？48寨山脚。此地还算是48寨的势力范围内，有的是不少江湖高手。如果你是主帅，你会放心把地煞黑衣人全部都撤出去，自己身边只留私兵，大摇大摆的在街上乱跑吗？宇文芷，这是在引蛇出洞。48寨想要抓我，道行还是太浅。柱国英明，虚晃这一枪，还让他们误以为你在大本营呢。此处必然有诈，我们不能冲动进去。阿飞，你立刻带人撤出钟回镇。什么意思啊？百姓不救了？那狗贼不抓了？你带来的人都信得过吗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们当中有内奸？虽然我没有根据，但这是我的直觉。凭直觉不信任别人？阿飞，但信任是一场豪赌，输了就血本无归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我也输不起。但是无凭无据的，光凭直觉去做事情，我做不到啊，我也做不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现在撤退，既救不了48寨，也救不了百姓，我们只能前功尽弃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这样，我有一个折中的办法。先到宗祠解救百姓，说不定能够引起混乱。一乱，宇文芷必定露出破绽，我们就有机可乘了。这样，我们兵分两路，我去制造骚乱，引开私兵，你和其他弟子去宗祠救人。好。你只需要尽心保护，务必不要像千机事件那样有所闪失。千万不要身在曹营而心在汉。别怕，我们是48寨派来救你们的。别怕，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。是。谢谢这位女侠相救。走。列阵！列阵！走！在。
那个人是谁？沈天树。大庄主，属下无能，还没有攻破山门。换防！一群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，现在躲在寨子里不敢出来了，忘了你们当初在华容胡闹，客舍里烧死一堆，还是我救了你们一个师兄吧？结果被你们自己人灭了口，最后抛下一个王老太婆替你们断后送死。我老夫人。 不是说，老夫人和陈妃正在回来的路上吗？他们都已经死了，对不起，大师兄。 这么大祸，还指望我来替他们收尸吗？邓师兄！沈天树，我杀了你！ 守好山门！云霄，撤回飞狐桥布防！撤！想不到这小子还学到了点奇门的伎俩。师兄弟掩护我们，放手剑！有，慢点手。林胜和邓师兄他们没守住。 大
当家，对不起。戒守队，给我上！我没有保护好寨子，师兄。小时候，我的村子被屠，是老妇人把我救回来的，又是将我当亲孙子一样的养大，这样才有了我跟你们还有48寨的缘分。我当真这辈子有你这样的兄弟，老夫人这样的祖母，值了。师兄，师兄。保持队形，等烟雾散去，他们必将无所遁形。师兄，不见了！先送邓师兄回家疗伤，全部撤回。啊，师兄，那你怎么办？不能把你丢下。是我的，也是保护我48寨。快走！快点！快走啊！快回去！快点！师兄！师兄！第一道山门是寨里的要地。 一旦被攻破了，我们就要退到飞虹桥，所以我建议在飞虹桥处建立第二道防线。以保第二道寨门。火油！ 可在飞虹桥上摆上火油，一旦失手，便壮士断臂。撤！赶紧后撤！撤退！快撤退！撤！休整，小心戒备。古殿贤有消息吗？回大庄主，古庄主传来消息，于文止一直按兵不动，并未如约在洗墨江边部署报仇。本来也没指望他。通知岗哨的马吉利，让他在东南、西南、西北这3个岗哨。 立刻加派弓箭手。是。老长，要不然我去看看。报告2位长老，山门被地煞攻破后，众弟子已退回飞虹桥。看来是时候我这把老骨头上去活动活动了。哎，抬我的枪来！老张，你这臭脾气能不能改一改？山门虽然被攻破了，可是还有飞虹桥和寨门啊。就算有飞虹桥和寨门，那他们能撑多久？你告诉我啊！人家都打进来了。
一路势如破竹啊！你让我在这儿当缩头乌龟？那邓真、李胜、云霄他们3个都是咱们48寨的弟子，难道你还不相信他们吗？你说这个时候你去了前线，那还有谁在这儿坐镇指挥呢？阿飞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刀依然在你手上。诸位师兄弟们，难道你们忘了一开始为什么要下山吗？就是为了活捉于文止这个狗贼。山上爱怎么打怎么打，怎么了？咱们48寨那么多师兄弟和长老们，难道还会不如咱们几个吗？沈天树以前没来过吗？还不是该怎么来的怎么滚！现在你们自行分成3组，把百姓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藏好，保护他们，直到于文止和地煞被击退。是。大家跟我们走吧，这边，跟我走。这边。也不知道寨子里现在怎么样了。小朋友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和我哥一起上阵杀敌，保护大家。小男子汉，你答应姐姐一件事好不好？好。走。坐。你乖乖待在这里，等你哥哥打赢了仗，就会回来找你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以后啊，要好好练武，要成为像你哥哥一样的大英雄。大家在外面怎么还没有消息啊？他们怎么样了呀？他们在外面是不是已经全军覆没了呀？难道说这一次真的是在劫难逃了吗？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他们要真的攻进来，我一定要跟这帮狗贼同归于尽。对，同归于尽。苍天保佑！大家先安静一下，大家先安静一下，都别着急，听我说一句。现在弟子们都在外面浴血奋战，我们怎能冲出去添乱呢？这一出去就会令战士们分心，我们莫要去当包袱。是，说的有理。阿弥陀佛。阿飞，你真的放弃找于文止了？懂了，你是把无从证明真伪的人支开，若里面真的有叛徒，也能让他误传消息，争取时间。我们最后还是要尽力一搏，赶快抓到于文止。你还有办法知道他躲哪儿吗？我们刚才引起了混乱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主帅之地一定会加强防守，所以有重兵把守的地方，很有可能就是于文止的住处。主公，48寨的人已经从宗祠救出了百姓。鱼儿竟然没有上钩啊！我看他们不只是想解救百姓那么简单。以我的猜测，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了我不在原来的驻地。你赶紧把二庄主给我叫回来，还有，当务之急是加强这里的防卫。
保护好我的安全。我会调配明风的高手，贴身保护你。我难怪，英雄，那是北。你说左右不就完了吗？我们去巡逻，你们保护好主人，听到了没？是。走。这于文芷又跑到哪儿去了？别着急，他很快就会露出破绽的。你画什么呢？不会说话吗？如果你的反间计奏效，以于文芷谨慎的个性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他一定会用私兵替换掉身边的明风弟子做贴身护卫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待会儿明风弟子换成私兵的地方，就是于文芷的所在地？聪明。如果他把身边的明风弟子换掉的话，那我们擒获他的几率也会增大。扣住了门。要换房了。庄主。他们人太多了，我就给你制造掩护。你别去了，危险。保护好自己。快追！快！站住！来者何人？在下只是个跑腿的。跑腿？什么时候跑腿的都会如此好的轻功了？区区小技，不足挂齿。来，刺客追！古庄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。这个不必担心。换房一事进行的如何？把明风的高手换掉，这恐怕不是上策。是吗？可是我刚刚收到了消息，说有一个神秘人要用明风的武功来抓我。在下对柱国忠肝义胆。可就算我相信你，你能保证你的手下都可信吗？报告主公，附近发现了刺客，他们竟然找到了这儿。我会加派人手，保护你的安全。你就是48寨的周斐，久闻大名啊！
原以为是个悍妇，没想到小模样倒是挺俊俏。今天就乖乖束手就擒吧。据报的绝学并非浪得虚名，在下实在佩服。追！追！据报前辈，追了这么久，真辛苦你们了。别追了，他这是调虎离山，回去找楚国。走，走。到底是谁？报上名来！报名？你配吗？你们这群贱民，敢以下犯上！今天你们谁也别想出去！杨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路上碰见了李恩，他说你要抓于文芷，哭着喊着叫我来帮你。那丫头太能烦了，我实在拗不过她。你看，我还带了帮手。周女侠，好久不见。辛苦了，寇丹姐姐。接下来就交给后辈吧。原来真的是你，主国，这是他的离间计，这里不安全，我带你先走。放开我！你竟敢背叛我！主国，你听我讲。保护主国！来人！看来我又比你快了一步。姑娘，好胆量。我胆子不算大，武功也不算高。今日之事，还要多亏了寇丹姐姐。你真是好计谋，一招离间计让我百口莫辩。想不到今天会毁在你的手上。看来大当家真是不如你。谬赞。你想死还是想撤兵？姑娘，你以为你今天走得出去吗？主国，主国！于文芷，你最好老实一点。我下手没轻重，你现在除了回答我的问题，最好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要说，一个多余的动作都不要做。主国少一根汗毛，你
你信不信私兵全体出动，叫你们48寨死无全尸？我信啊，不然你们是来干什么的？难不成咱们现在不是在混战，而是在敬酒吗？余文只不少一根汗毛，我们就能活命吗？全不全尸的，怕什么？又不耽误投胎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想死还是想撤兵？这南刀果然是把好刀，不过姑娘看来可不是什么好人。没想到我来春回镇这几日，最令我刮目相看。退下！退下！多谢。哇，石草江，干得漂亮！当真是他。使劲！准备放箭，快！是。多年不见，你样子还是令人作呕。张掌门，你的脾气倒是一点没变呢。好，既然你来了，今天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。射死他！射！上！来吧，不怕死的都来吧！来！后山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地下苍狼不知如何知晓后山有条小路的，那边也守不住了。哎，老赵呢？那老东西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啊？查查了，收了畜生。妍儿，你怎么来了？48寨出事了，冰封楼叛变了，现在地煞已经攻进48寨了，姑姑。我们走。那边，不用管我，你，大叔，
在48寨岌岌可危，我要跟你们共进退。很危险的，猪猪姑娘。是啊。你受伤了，我先帮你处理一下。忍一下。猪猪姑娘，你在这儿。坏了！来，我跟他们拼了！呀！踏平48寨。是。怎么回事？大庄主，那是停战的号角。停战。报！启禀大庄主，诸国有令，令咱们立即撤退。为何？因为诸国被48寨的人劫持了。老马，沈天树这个狗贼，这是搞的什么鬼名堂？这是。长老，那个人是阿斐吗？啊，哪儿呢？布阵！是阿斐，终于回来了，是阿斐啊！快！原来你就是沈天树。当初在黑牢的时候，我那块饼还真不如去胃口。小毛丫头，没大没小。周斐，我已如你所愿撤了兵。你何时放了诸国？我会放了他，但不是现在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你们别无选择。如果要玉石俱焚，我愿意奉陪到底。等等！其他人都可以走，但寇丹是我48寨的叛徒，他欺师灭祖，天理不容。寇丹必须留下。其实，我寇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全拜那个老废物所赐。把我困在48寨这个破地方，与世隔绝。到底是谁欺了谁，谁灭了谁？马吉利，你可别忘了我的忠告。哎，寇掌门，我明封弟子下山执行任务回来的时候，听说阿斐在山下惹上不少麻烦，你得提醒他别惹上朝廷的人。阿斐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理当护他周全。阿斐这群孩子，都是你看着长大的。如果惹上朝廷事端，连累整个48寨，
那可是你的失职。我明白。走。周飞也动杀心，马吉利动手啊！带你走。不，是不能在自己的战场上临阵脱逃的。此物重于身家性命，团有生死之诺，替我还给楚楚，再找个可靠的人帮他保管。这是海天一色的钥匙，甚至是最重要的一把。你也看得出，我一直在追查海天一色。看得出来。现在这一副性命托付给你，另外一副我要拿去螳臂当车。马吉利，你说寇丹是叛徒，那你又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宇文只是朝廷皇族，你若杀他，会给48寨带来灭顶之灾。宇文只身为朝廷皇族，指使地煞残害百姓，为恶四方，我杀他有错吗？吾辈众人惩奸除恶，救民于水火，还世间大义，流芳百代，不必无解，无妨。但求无愧于天，无愧于地，无愧于己。48寨的寨规不是叫我们畏首畏尾。对不起，我也是一直被蒙蔽。马吉利，别废话，明天你们怎么拿下周匪？寇丹，我要跟你拼了！你这个叛徒！ 48寨的叛徒，今天我来杀，你也不例外。不杀你，我意难平。我辈中人，惩奸除恶，救民于水火。阿匪啊，又偷懒是不是？不可以偷懒，做事要认真，就跟咱们做人一样，要做到问心无愧。
阿飞，对不起。搜魂针能让人一日千里，死灰复燃，回光返照，3刻而止。周飞，等这场大战结束，我们再打一场。你平安此生第一次半生少年，梦情翻，捉住心头去不散。传我命令，让大部队折回上山反攻。今日我们必取48寨。是。将你的发轻挽，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纠缠，你的爱都还没还。回头江湖与你欢喜不曾放，等我替你踏遍天涯。巍巍江山为你愿把热血洒，管他又是谁的天下。几恨之间飘到哪里才是家？不让我把你融化。当初也让无心却化作前世的铠甲，挚爱如花。追寻掌，别愣着，我好了，我去痛快一回。回回江湖与你欢喜不曾怕，等我替你踏遍天涯。巍巍江山为你愿把热血洒，管他又是谁的天下。几恨之间飘到哪里才是家？不如让我把你融化。当初也让无心却化作前世的铠甲，挚爱回头与你欢喜不曾忘，等我替你就算是死踏遍也得忍着，天涯。等会儿再死。巍巍江山为你愿把热血洒，他又是谁的天下？几恨之间飘到哪里才是家？不如让我把你融化。当初也让无心却化作前世的铠甲，挚爱无话。倘若地上4兵大军再次上山，48寨就守不住了。我们这些人的生死算什么？多杀一个赚一个！大当家回来了！大当家回来了！大当家回来了！大当家的回来了！我冲啊！先行撤退。大哥，我们都打到48寨的老巢了，为何要撤啊？天数，
李锦如和他的精锐弟子这个时候回来，等安平军的支援一到，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。撤！阿飞。 穷寇莫追！他在家，李胜在下面，他在这儿。小星，来，来。 胜儿，你没事吧？姑姑，你终于回来了。48寨守住了吗？守住了。我睡一会儿。你睡吧。 你们好好照顾胜儿，我先进寨查明情况。这刀，爹当年老说传承传承，看来真是天意呀。
娘，别乱动。内伤养一养就好了。马吉利当然不会对你下重手。你的内力是怎么回事？在山下碰见谁了？我说来话长。我在华容遇见了段九娘，她往我体内输入了库龙真气，还跟我说起了她与外翁的往事。枯荣手那是何等人物？能遇见他是你的缘分。娘，李胜他没事。后来楚楚找到他了，他悬在了飞虹桥下面。你好好操心操心自己的事吧。娘，和我一起的那位谢大哥呢？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我知道啊。他常年离家出走，平时剃两撇小胡子，自称千岁优，靠卖小曲为生。虽然他当初闯过洗墨江，是非常欠揍的，但那也是替人跑腿。这次也是多亏了行了，他的事以后再说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把自己的伤养好，再来跟我交代你这一路都做了些什么。推云掌是什么？原来他武功这么高强，那他一路跟着我又是为什么？什么曲子啊？离恨楼里生离恨。这一路上都听人唱过多少回了，怎么还问啊？我来看看你，不知姑娘闺房，让进吗？不让。啊？哎呦，最近这耳音有点不好使，听人说话总漏字儿。既然姑娘有请的话，那在下就却之不恭了。多谢多谢，来，你们坐，你们坐。哎呀，以咱俩这关系啊，何必要出门迎接呢？坐。啊，姑娘，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虽然我英俊潇洒，但是看多了，还是要给钱的哦。没钱，你自己看回来吧。你，你什么呀？我发现你越是心里有事，就越是嬉皮笑脸的，反倒是心里轻松的时候，倒是能说几句正经话。你是有什么话想问我吗？玄天书书里用的推云掌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既然身负绝学，之前又怎么会被一帮江湖宵小追得抱头鼠窜？还有，你追查的海天一色到底是什么？谢云，你身上到底为什么会藏着这么多秘密？不过看你这个表情，
这会儿指不定已经准备了一肚子的鬼话连篇，等着蒙我。我才不会。没有。哦，好，那你没什么问的，我就走了。对了，这个还给你。也算我功成身退，物归原主了。到时候吴小姐问起来，你也好交代。哎，什么事儿？谢远，你就打算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吗？你在哪儿落脚？这寨中的客房啊！啊，这桂地果然钟灵毓秀，夏季时分凉爽舒适，我还想多待一会儿呢。哎，你赶紧养好伤，养好了带我去领略这寨中风光。寨子里什么风光，你不是比我清楚吗？装什么装？我总觉得这不像是你要说的话。那我说什么呀？说等你养肥了，去当我的王妃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那你为什么要追查海天一色？我只是不想他落入坏人之手。既然这个事情被捅破了，那我告诉你没有关系。楚楚的长命锁，山川剑的剑鞘，还有你家的金镯，这些都是开启海天一色的重要信物。好了，你就别问了，再问就没完没了了。哎，谢远，日后我再也不冲动了。去哪儿我都告诉你一声，跟你有商有量，好吗？好。还有吗？还有。哪儿那么多还有啊？还以为你会多憋2天呢。
就知道你会忍不住爱，忍不住关心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我就知道我在你心中越来越有分量了。大概是我吃饱了撑的吧。我跑这一趟干嘛呢？